美国的对等关税让中日两国重修旧好了吗？今天带你快来看。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中日之间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最近啊，好像破冰了，重新把手给牵起来。当中那个让中日破冰的最大功臣就是川普总统。好，那么这个川普总统他的对等关税4月2号要正式的上路了。那这个对等关税啊，是无差别，全世界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敌人。一律一视同仁，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整个全世界之间的地缘政治的版图，好像呢又很像重新的一个解构，重新的分裂，重新的组合。那今天我们带您来看到就是中国日本了。中国日本啊关系不好，哎呀，这个有时候分分合合，有时候好一点，哎，有时候不好一点。那在过去几年是不好一点，哎，不好很多点。那当然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原因啊，地缘政治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拜登总统任内啊，你看到了这个拜登是不断的拉拢盟友，然后对抗中国，所以呢，他对盟友之大方，对盟友很友善，所以呢，盟友靠到这个美国身边是靠的黏巴达很紧很紧。但是川普来了之后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川普的一个政策啊，应该是你可以这样形容他，又把盟友给往外推了。所以你一往外推去哪里呢？哎呀，推到中国身边去了。我们来看这个最近啊，这个中日之间的一个关系就很有意思了。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中国日本啊，最近不约而同都被美国折磨嘛，对吧？好，被川普折磨。好，我们先来看到在中国方面啊，这个美国呢对中国的折磨是关税，好，一视同仁。那所以当然中国也要被加关税。不止这样啊，这个美国呢对中国的折磨啊，方方面面。近来还有一项。他说啊，这个美国的一个贸易代表署啊，他要针对中国制造的船舶要征收比较高的停泊税。好，那这个多高哈？它这个高多少？高很多啊！现在目前为止现行的中国制的船舶到美国的港口来靠岸，你要下货嘛？那要收多少的船舶的这个停泊费呢？大约是5万美元左右。但是呢，他说新制度，因为我不喜欢你们中国人，所以呢，你们中国制的船舶我一样不喜欢，所以呢，我要加征你的一个停泊税，停泊费用高到50万，本来只要5万，现在变50万，10倍哦，甚至还更多一点，甚至多的还会到150万哦。所以呢，那是2、3级的往上跳了哦。那当然呢，干嘛要多收这个所谓的停泊费？就是呢，希望你们就不要用中国制船舶运货啊，你去用日本的呀，你去弄其他国家的呀，那你就不会被多收这些费用了哦。但是问题是，现在全世界大约有30%的船舶都是中国制造的，所以呢，美国利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呢，希望大家把这个市场从中国挪出去。但问题是啊，你说全球有30%的船舶中国制造，你这么快能再打造这么多的船吗？所以呢，运费开始势必上涨之后，你倒霉的不是美国消费者，又是通膨吗？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又是川普他用政策在卡中国脖子，在船舶上啊，他也有新的动作了。好，那于是呢，中国受折磨嘛，对吧？那日本最近受什么折磨呢？也是一样关税的。这个川普说我要针对所有的进口汽车课关税。哦呦，这个日本汽车啊，全世界都卖很好，美国市场也卖得很好，所以呢，这个日本厂商就很着急呀，怎么办？但是呢，这个怎么样疏通都没有用，川普一样一视同仁，日本的汽车不好意思啊。接下来我也要课高关税。不止如此啊，在前一阵子你看到白宫的发言人有一次在讲到川普这个关税政策的时候啊，就摊开一张世界地图，然后呢就噔比了一个日本的地图上，找到日本，精准的比到那个日本的一个地图，然后说你看看这个国家，你这个国家，这个稻米居然敢课700%的关税，很可恶啊！这个川普总统的对等关税就是要针对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啊，就一直指在这个日本的头上，然后日本哇，真的是一身冷汗呐。所以呢，这个日本就说，对，所以你看这个日本，你就算呢是在这个拜登任内跟这个美国黏巴达，只差没跪下来叫爸爸，但是呢，现在换个总统，你看看你有多倒霉。所以呢，同样都是被川普折磨的。当然这个时候抱团取暖了。好了，那当然对等关税啊，真的就要课下去嘛。
川普总统是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谈判手段呢？近来他怎么说啊？川普总统说，对等关税最重要的是公平，但是不是没有弹性。我们可以来谈一谈，看看你有什么样的善意。所以呢，最近提到了跟中国之间的关税的一个谈判呢，他就说他这个即将要跟这个习近平主席呢要来一场会谈。他说我跟这个习主席的关系是不错的，但是呢，中国跟美国之间还是有1兆美元的贸易逆差，所以他说这个逆差的问题是要被解决的，还是要公平。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个谈判啊，这个中国应该是得要割点肉，不然川普应该是不会善罢甘休。好，那于是有人讲了，那这个中国似乎已经在考虑说某些项目，比如说这个贸易逆差主要的项目，像是电动车啊、电动车电池啊，有没有可能跟1980年那个时候日本啊，自断手脚，自己说，我就自愿出口管制，那我自己都管了，你可不可以不要扣我关税？看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谈，会不会有机会？同时还观察到了一个这个大家觉得有内幕的一个这个行程，那就是呢，在美国有一个跟川普之间关系非常好的国会议员到了中国来访问，有人就讲了，哎呦，这个人呐，他在出访中国前先跑到白宫去见了川普，然后就蹦跑到中国来，是不是他是那个两国之间的小密使，传达了一些什么样谈判的一些这个内幕，我们就不晓得。所以我们就来观察一下，到底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他们什么时候谈话，谈了些什么。好，不过呢，这两国大国角力当中，除了这个贸易关税高来高去之外，军事肌肉也是要比的最近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你就看到了中国先是公布他们第6代战机啊，这个歼36，哇，好厉害已经这个单机试飞嘛，然后成效很惊人。然后你就看到美国立刻跟进，美国马上就宣布了，我也有一个 F-47的一个第6代战机的计划。干嘛叫47呀？原因是川普总统说我是第47任的总统。还有呢，美国的空军是1947年正式成立的。我想应该是前者原因大一点。我47任总统，所以呢，F-47以后大家提到这个第6代战机，就好像是我川普的公机一样好，那这个 F-47呢，它这个号称是最先进、最厉害、最具杀伤性的一个这个第6代战机。那未来呢，它将会成为这个新一代的美国空军的主力了。互相都在秀这个第6代战机的一个军事肌肉，那到底谁比较厉害，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就带你看到了川普的总统动作啊，让这个中日之间的关系好像有点破冰了。那最直接的你就看到了中日之间他们来了一场经济高层对谈。好久这两个国家没有再什么谈经济了，因为呢之前有一些地缘政治啊，日本太靠近美国啊，对于这个中国在南海啊，在台海啊，还有中日之间的争议的海域，在东海啊，都有各种的这个中日两国意见不合。那于是呢，后来又发生了，你看日本呢，它这个排放它的核污染的废水，然后于是呢，中国就气了之后就不买你日本的水产品啊，各种啊，所以呢，两国之间关系其实是紧张的。但是呢，这回突然间在东京办了一场中日之间经济高层会谈，谈出了20项重要的共识了那特别呢是怎么样重新恢复进口啊，我们怎么样合作啊，经济方面我们可以怎么样这个强联手共创双赢啊，甚至你看到两国的媒体呢不约而同的都开始释出了一些两国友好的一些这个评论了。比如说像在中国，你看这个新华社人家说有官方色彩的牛弹琴，他写了一篇很大的社论，然后他就讲啦，哎呀，这个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啊，对吧？搬不走的邻居有什么好要这个两个人见面，就好像是仇人一样，不需要嘛。他说呢，这叫做互为伙伴嘛，也不是对手嘛。那两国之间也是互为机遇嘛，也不是什么风险嘛。所以呢，这次的中日这个两国的高层经济会谈呢，好像就要开始重启未来这个中国日本之间的一个这个经济自贸协议的对话。韩国也很有机会大家一起来，所以呢，感觉好像是整个所有被川普这个压迫的国家们，大家好像有一个受害者联盟啊，受害者阵线联盟，大家一起手牵手心连心，我们在被欺负的时候我们就抱团取暖，我们擦一把泪自己站起来那种感觉好，那于是呢你就看到了这中日之间关系好像有点变好，但是啊，真的变好吗？还是因为现在是川普总统
在任，就稍微暂时变好一下。等到川普下一任如果不当总统，又换了一个像拜登一样的来了，哎呀，中日之间是不是又不好了？又要各跑断翼，不跟你好。好，为什么呢？中日之间当然有这个长期历史上的渊源哦，这一直到现在长期的矛盾哦，只会随着国际的这个趋势呢稍微和缓一点，然后有的时候稍微对峙一点。那现在应该是那个稍微和缓的状况，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敌手嘛，就是川普。好，那于是呢，大家就这样讲啦，中日之间我们这个也是要好好的看到核心啦。你也不要觉得说现在真的好像互有善意，真的两国真的怎么样，从此以后变成亲兄弟，没有那个可能啦。长期的矛盾那是永远没有办法化解的啦。所以呢，现在你看到中日这个感觉表面上好像好一点，那就是叫做应该怎么讲？那叫做对冲经贸上的风险。暂时的啦，因为呢，你说两国现在开始谈经济的合作等等等，但是呢，你要看看，有的时候所有的政策正在往前的时候，你不能只看到这一项，你也要看到中日两国互相对抗的那一个面向哦。我们来看最近这个中国呢，它重新出台了一个新政策，这个政策很有意思。2013年的时候，他发表的有一个这个化学的一个原料叫做间苯二酚。间苯二酚做什么用的？它是用在橡胶制品上，然后用在这个化妆品，用在染料当中，染衣服的颜色等等哦。那这个间苯二酚呢，这个中国他们自己也有做，但是呢，日本也会做，美国也会做。那这个通通这个低价卖到了中国来，那中国自己这样的一个行业不就没办法生存吗？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反倾销的一个这个政策，所以呢，就那个对这个日本的跟美国的一个间苯二酚就会这个征收反倾销税，很高。为了要保护自己中国产业。好，那2013年开始，那5年一次哦。那在5年之后呢，2018年呢，这个中国继续对美国、对日本课征这个反倾销税。最近又5年到期了，好，到期了，中国要决定了，我要继续课这个反倾销税，还是我就不课了？对美国就不课了，因为他说这个美国反正你已经不是我对手了，你也不太有做这个间苯二酚了。但是对日本继续课税，课你反倾销税。你说两国如果真的破冰，感情那么好的话，你这怎么会要继续课税呢？面对川普的税都来不及，我们还互相课税吗？中国继续对日本课税，所以你说有真的那么好？没有。那日本呢也一样哦，我这个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的哈。日本呢现在正在盘算说，他要在九州要安一个这个陆基的一个这个飞弹系统啊，它直接呢这个陆基的长程飞弹，然后呢它的射程高达1000公里，什么意思啊？如果安在九州的话，1000公里的射程，它可以打到哪？它可以打到北韩，它可以打到中国的沿岸地区。所以呢，你说如果在日本的九州地方安了这么多陆基的长程的一个这个飞弹的话，那这个中国不觉得我芒刺在背吗？你说不定哪个小兵的时候不小心手按下去，你就打到我了耶。所以你看到说这两国之间真的有多麻吉多好，那也是没得不一定的哦。这个背后还是有很多互相针对对方的一个部分。不过呢，这个中国日本之间还是可以稍微这次虽然是暂时性的，但是关系也是好一些。反倒是美国创造了这个中日破冰的机会，那美国在做什么呢？美国现在呢好像在纠缠在自己的内耗当中。美国一直说他要降低他的政府的一个这个预算嘛，他在省钱对吧？马斯克来这个主掌大局，他要来这个减低政府的一个负担。好，很多不该花的钱别花了。他们最近在检讨的就是驻日美军，本来呢有一笔预算要干嘛？要统整驻日美军跟日本的自卫队之间的一个操控，他们这个互相联合作战的一个这个指挥系统，那有一笔预算。这现在呢，他们说那个很浪费钱，不要了，这个砍掉这个预算。好，砍掉这个预算之后呢，那你这个未来这个美军跟日本的自卫队之间你要怎么样联合作战？万一真的怎么样的话呢？那他们就说，那你这个砍掉这个预算什么意思啊？那另外呢，这个美国最近你看到他们要说
五角大厦哦，这个传出的一个谣言是，五角大厦有一个对中国作战的一个计划，结果呢还特别找了马斯克来听，干嘛讲给马斯克听啊？然后呢，这个美国内部的舆论就这个吵翻天，说干嘛给马斯克听？他算什么东西？对不对？怎么能听这个国家重要机密？怎么行？好，那马斯克跟中国关系那么好，通通都给他知道了，不，好，内耗一个，内耗一，好，内耗二是什么呢？川普最近啊取消了拜登前总统、贺锦丽前副总统，还有这个希拉蕊前国务卿，他们的一个可以这个看机密、可以进入到机密设施的一个权利，全部都给取消了。但这件事很无聊，他们本来就已经卸任，根本也不会有在看什么机密资讯。但是这就是一个政治动作，所以呢，就很多美国的内部的舆论就讲啦，哇，都已经选完了，怎么政治追杀、政治斗争还没完啊？你看这个美国最近啊，就一直被这些内耗当中，内部的一个事物不断的纠缠。他还有什么心力去对外呢？所以难怪啊，你就看到了现在很多被川普这个受折磨的一些国家，现在更正在合纵连横啊。中日呢就看得很清楚，现在已经感觉是有一点战术性和好。暂时的啦，但是呢，会和好到什么时候？可能要看川普对各个国家施加的压迫有多重了哦。好，那当然了，这个世界上的事很有意思啊，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看看最新的变化。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了，我们下回见，拜拜。